方才让臣女救人的人是你，现在质疑臣女的人也是你，你是在故意针对臣女？皇上，你看沈岩他如此和臣妾说话，真是没有规矩。没有规矩的是你，德妃，你今天的话太多了，回去好好反省反省。玄德帝抱着孩子进屋，看了一眼容妃，爱妃辛苦了，都是臣妾应该的。方才外面的话他都听到了，他暗自庆幸方才配合了沈岩，不然现在他已经成为阶下囚了，谋害皇子那可是死罪。爱妃好生歇息，朕得空就来看你和皇儿。是，皇上。他更加确信要跟沈岩合作。沈大小姐救了朕的容妃和龙子，立下如此大功，可有什么想要的？臣女。皇上，卿卿有话要说，卿卿要状告沈岩在此次汉兰书院的考核中作弊抄袭。哎呦，我就说京城第一废材怎么可能一跃考进书院当先生嘛，原来是作弊呀。沈二小姐说沈大小姐作弊，可有证据？皇上，卿卿有证据。厉先生，您来向皇上说明沈岩是如何作弊的。皇上，臣是书院的先生厉敏，也是这次书院考核的出题之人。在开考以前，沈岩主动找到臣，用1万两银子贿赂臣，逼迫臣将考核题目泄露给他。皇上，这是沈岩给臣的1万两银票和保证书，保证书是他亲笔所写。当时臣留了一个心眼儿，让他写保证书，绝对不向任何人说出是臣将题目泄露给他的。你看看，这是你亲笔所写吗？沈岩将信的内容看了一遍，眉目一皱。皇上，这不是臣女亲笔所写，但是却和臣女的笔迹几乎一模一样，一般的鉴笔迹的人都无法鉴定出来。沈清清这一次到底是请了什么人啊？竟然连他说话的语气和笔迹都模仿得如此逼真。朕是在开考前1日才让沈大小姐去参加考核的，她又如何在开考前3日向你行贿？皇上，为了公平正义，还请皇上严惩沈岩，以儆效尤。皇上，汉兰书院是大秦国的人才摇篮，一定不能被沈岩这样的败类给毁了。不重罚沈岩，无法起到震慑的作用。李敏，你说沈大小姐当初贿赂你，你当时为何不向朕举报，而是要等到今天？皇上，臣不敢。沈大小姐当时威胁臣，说镇南王世子和她交好，若臣不听话，她就告诉镇南王世子，让世子杀了臣。李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虽然揭发了沈大小姐，可你是受贿之人，一样逃不了律法的制裁，更甚至连书院先生一职也得丢掉。臣愧对皇上。对方给了你什么好处，竟然让你不惜丢掉书院的职位，也要诬陷沈大小姐？臣不明白皇上在说什么。沈大小姐是何时向你受贿索要考题的？在开考前3日。你可知沈大小姐为何要参加书院的考核？臣不知。是朕特意吩咐她去参加的，朕是在开考前1日才让沈大小姐去参加考核的，她又如何在开考前3日向你行贿啊？他知道事情败露了，他瞬间就瘫软在地。丽米，是谁指使你诬陷沈大小姐，还不从实招来？厉先生，欺君大罪是要被满门抄斩的，你不要连累你家人。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臣也是被逼无奈，求皇上放过臣的家人。就是沈二小姐，就是她指使臣诬陷沈大小姐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来找我告密，你怎么可能是有我指使你的证据呢？皇上，青青也是受厉先生蒙骗，才以为我长姐作弊，我也是受害者，请皇上赎罪。您现在看的是沈青青的真实考卷，书院里面存档的是伪造的考卷。皇上，臣冤枉啊！沈二小姐撒谎，一切都是她指使臣所为。沈二小姐答应臣，事成之后将求太后娘娘将其表妹何子宁嫁给臣的儿子。为了臣儿子的婚事，臣这才不得不答应沈二小姐。请皇上明察，臣所言句句属实。沈芊芊，你怎么这么缺德？那厉家儿子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品的败坏，
我平日里这么敬重你，还一直帮你，你真的是太坏了。众人闻言也纷纷指责沈青青。沈青青，厉先生没有证据，我有。长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没做过这件事情，你怎么可能有证据？是吗？你之所以诬陷我作弊抄袭，是因为真正抄袭的是你。原来作弊的是沈二小姐自己，她真是贼喊捉贼啊！她刚刚是怎么有脸说沈大小姐作弊的？口说无凭，你对我不满也不用如此冤枉我吧？那我就让你看看证据。沈岩从怀里取出一沓纸，抽出一张拍在沈青青面前，剩下的递给玄德帝。沈青青，睁大你的眼睛好生看看。皇上，您现在看的是沈青青的真实考卷，书院里面存档的是伪造的考卷。不，皇上，这不是青青的考卷，是沈岩他伪造的。沈岩他一直嫉妒我，他想要害我。皇上，你要相信我。沈青青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皇上，这考卷是假的，不是我的。沈青青，铁证如山，你还不承认？皇上，给沈青青调换考卷的就是梁先生，他也在场。梁人何在？罪臣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恕罪。沈青青听到这儿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她的人生完了。沈青青，徇私舞弊，抹黑书院名声，指使他人诬陷沈大小姐，犯下欺君大罪，数罪并罚，从书院除名，永不录用。这个惩罚相当的重，虽然沈青青还活着，但是她跟死了没区别了。任她有万千才华，也没有任何地方给她施展。皇帝舅舅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您原谅我。您若这么处罚我，我这一生就毁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？你诬陷沈大小姐的时候，可有想过，一旦诬陷成功，她的一生也毁了？皇帝舅舅，我小时候您还抱过我，您不能这样惩罚我。来人，带走！立刻有2个工人过来架着沈青青走。住手！皇上，青青是你亲外甥女，她犯下何等大罪，你要如此重罚她？她犯下什么大罪？太后娘娘心里难道没数？就算她犯了大错，你身为她亲舅舅，也应该原谅她一次。你这样做，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。若人情大过律法，大秦国离亡国也就不远了。太后娘娘，你年纪大了，不要事事都操心。大秦国有朕，有诸位大臣操心，你就好好在慈宁宫休养，没事就不要出来了。他这是变相的将太后禁足了。太后脸色一变，嘴唇哆嗦了一下，终究没有开口。来人，送太后娘娘回宫。出了殿门，沈青青叫住太后：外祖母，谁让你现在这个时候去招惹沈岩的？沈青青直接跪下，她也不敢招出那个神秘人的事儿。哀家一直以为你是最聪明的，对你寄予厚望，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你身上培养你，结果你一意孤行，毁了自己的一生，也浪费了哀家10多年的心血。以后你就当没有哀家这个外祖母，不要再出现在哀家面前碍眼。拿着此牌，开创大秦国第一个医学科目，为大秦百姓谋福。沈大小姐，你今天受尽了委屈，还立下了大功，有什么愿望说出来，朕帮你实现。皇上，臣女想在书院单独设一个医学科目，由我教他们医术。当然，他们不仅要学医术，也要学其他科目，只是医学属于侧重点。你为何想着重新开创一个新的科目？开设医学科目，在大秦史无前例。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兴则国兴。教育是国之根基，只有培养足够强大的人才，大秦国才会越来越强大。提高医术水平，能够延长人的寿命，增加人的生活质量。
臣女方才说的教育一事，已经有很多贤人在做了。既然医学没有人在做，那就由臣女来开头。如此长远的目光，宽大的胸怀，泯世的爱，让他们望尘莫及。好，好，好！玄德帝带头鼓掌，龙颜大悦。朕支持你。陈富贵，取金牌。沈言接旨。这是如朕亲临金牌，见此牌如见朕。朕现在将其赐予你，你拿着此牌，开创大秦国第一个医学科目，为大秦百姓谋福。臣女领旨，臣女定当竭尽全力，倾囊相授，不负盛望，将大秦百姓幸福放在第一位。起来吧。谢皇上，我最有本事，就应该为你们做这些事。什么东西？沈言，你回来啦！听说你得了皇上的金牌，哎呀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！你饿不饿？我让厨房的给你炖鸡汤。沈言，今日在宫宴上，你替为父说话，为父甚是欣慰。你们想做什么？沈言呐，如今你拿了皇上的金牌，你就替兰儿向皇后娘娘说句话，以后宫里有活动，还是准许兰儿参加。征儿现在读书的学堂不怎么样，你拿着金牌去找汉兰书院的院长，让征儿进汉兰书院去读书。还有你二叔的官职一直在那儿卡着，替你二叔向皇上说说好话，把你二叔的官职向上升一升。我自己倒是没有要求，以后你得了赏赐，分我一些就行。沈言，我知道你如今长本事了，那你是不是也应该照顾照顾自己家人？你都进书院做先生了，青儿也必须进书院做先生，玉儿将来毕业也一样进书院。沈言，你别不高兴，方才你二婶和祖母说的都是你应该做的，谁让你如今在这个家最有本事？我最有本事，就应该为你们做这些事。什么东西？二夫人，你若没本事养，就别生，别妄想我能帮他们。你们之前害我，我还没有找你们算账，竟然有脸来求我帮忙，还给他们安排差事，不然连后事也一起办了。老夫人，你简直是在白日做梦，以为那书院是你开的。沈建章面如黑炭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却又惧怕沈岩身上的金牌。沈岩，你在外面是有金牌不错，如今青青是管家，你在这个家里依旧是得听他的，得罪了青青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今天你们给我的羞辱我记住了，我恨你们，我们走着瞧。得罪了青青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竟然不知道皇上的御赐金牌只能管外面，管不到家里。既然今天话说到这儿，我们就把之前的账都算清楚。沈青青在书院考核中作弊，已经被皇上从书院除名，永不录用。沈岩，你别诬陷青青，你让他自己说。祖母，青青错了，青青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怎么可以做出这么丢脸的事儿啊？哎呦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！沈青青，把账房的钥匙交出来。如今你已经没有资格做丞相府的管家。不，你没有资格夺走我管家的权利。你身上的污点一辈子也洗不掉，让你做管家，岂不是让外人笑话丞相府无人了？不能让你毁了丞相府的名声。你把管家的权利交出来，你把管家的权利交出来，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。多熟悉的话呀，这些话都是沈建章以前对沈岩说的。二小姐，你自己的脸不要了，我们还要脸呢。你把钥匙交出来，别让外人笑话丞相府。迫于无奈，他起身掏出钥匙，拍在桌上。今天你们给我的羞辱我记住了，我恨你们，我们走着瞧。接下来说第二件事，分家。不分家，凭什么分家？就凭你私自挪用账房的银子，
分家还是送你去见官，2选1。别报官，我同意分家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搬出丞相府，不然休怪我不客气。沈岩不理会众人，拿着钥匙起身就走。沈岩，滚远点！再往前1步，我废了你！沈岩，好巧。滚！沈大小姐，你今天第1天来书院，我担心你不熟悉环境，特来陪你，你怎的还骂我呀？你是来陪我，还是来陪御赐金牌？和你解除婚约的这段日子，我茶饭不思，我终于明白，我最爱的还是你。所以，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，我都决定原谅你。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如果此刻遇到恋爱脑，估计都要上当了。沈岩是人间清醒，不会信他半个字儿的。谢成宇，你别装了，你那烂黑心肠我早就看透了。你以为你现在装得很深情吗？其实你现在很令人恶心。沈岩，滚远点！再往前1步，我废了你。谢成宇，你接近我无非就是想要得到金牌，赢得皇上的重视。我警告你，你胆敢再骚扰我，我定让你身败名裂，成为弃子。以沈岩如今的实力，完全可以把他说的话变成现实，定让你身败名裂，成为弃子。哈哈，三弟，你有没有看到沈大小姐讨厌你讨厌的很吗？还像一块狗皮膏药似的粘着她。谢成宇，我真是看不起你。与你何干啊？你辱骂我有何用啊？沈岩一样也瞧不上你。呸！等老子娶了沈岩，拿了金牌，到时候让你跪下给老子舔鞋。爷，怎么办？他们要欺负沈大小姐。我的人岂是他们能动的？把之前我们搜集的吏部罪证交给他们的对家。谢成林之前玷污了一个5品官员家的小妾，官员要上告皇上，被婉贵妃拦下。1个时辰，让皇上知晓此事。是，世子爷。记住，此事不可让沈大小姐知道。爷，你为沈大小姐做这么多，为何不让她知道？让她安心准备书院的事儿，这是她的梦想。我能做的，就是扫清一切干扰她的存在。谢怀景一提到沈岩，目光都是温柔的。沈岩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岩看见谢怀景，嘴角漾开了一抹笑意。来看看你，这是临时腾出一间屋子给你办公啊。监院说没有空屋子，那我就自己挑一间，总不能让皇上的金牌处在杂物间吧？果然皇上思虑周全，这样一来，你省了不少事儿。玄德帝是难得的明君，若沈岩是优秀的千里马，那玄德帝就是最好的伯乐。你昨夜和我说的事儿有眉目了，我派人盯着他，等你这里忙完，我们一起去解救容妃的家人。我只是随口和你一说，你就放在心上了，不愧是世子爷。你说过的话，我都会放在心上。沈先生，书院事务繁多，未能前来迎接，真是抱歉啊。何山长，你虽说不能凡事亲力亲为，但派个人来总是应该的吧？难不成何山长不知道沈先生是带着皇命来的？不知世子大驾光临，臣有失远迎，还请世子恕罪。何山长该致歉的应该是沈先生。他要警告何山长，却又不能明着得罪他。毕竟沈岩初来乍到，不可能时时防着人，这人都得罪完了，他后面的教学也不好开展。沈先生，今天的事是我的失误，你看看还有什么我能做的，我亲力亲为，弥补我的过失。这样不好吧？毕竟你是堂堂的山长，我只是区一个先生而已。何文堂哪里还不明白啊？沈岩和谢怀景一唱一和，这是在给他下马威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何山长帮忙把讲台收拾出来吧。我明天要开始招收学子了。方才监院说书院没有空的讲堂，何山长也帮忙想想办法。沈岩说得很客气，却是句句在打何山长的脸。身为书院的最高掌权人，却对下面的事一无所知，不是态度不端正，就是水平能力不行。汉兰书院在先帝在时便也失控，如今里面的关系错综复杂，朕也不能将所有人都杀了。朕言肃清书院，让书院真正成为为大秦输送人才的摇篮。
这个艰巨的任务就靠你了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关于容妃娘娘诞下皇子一事的隐情，臣女已查清。仔细说来。沈岩将来龙去脉告诉玄德帝。来人，把德妃叫来。很快，德妃便来到了御书房。臣妾见过皇上。德妃，朕记得之前容妃有身孕，一直是你在照顾她饮食。玄德帝并没有叫德妃起来，就让她这么跪着。皇上，您看小皇子出生白白胖胖的，多招人喜欢啊，比雨儿那时候可重多了。恶妇，容妃生产时尚不足月，孩子却比足月的孩子还要大很多，所以她才会难产。太医把脉时明确说过，不能进食过多，你却以容妃家人作为要挟，强迫她大鱼大肉，还让她服下催产的食物，让胎儿早产，再设计让沈大小姐去救容妃。你以为一旦救不成，朕定然会厌恶沈大小姐？德妃，你好歹毒的心呢！皇上冤枉，臣妾和沈大小姐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害她？你恨沈大小姐主动解除婚约，给谢承宇带来不好的影响，也恨她在乞巧节上顶撞你，你难道没有反省？这些都是你和你儿子错在先，谋害皇子，陷害忠良，禁足1月，也要协助皇后管理6宫的权力。以后不许你再靠近容妃和小皇子。德妃的兄长手握兵权，如今在边疆镇守，此时还不能直接废掉他。多谢皇上，臣妾这就去领罚。沈岩，德妃一人有这么大的本事，支开整个太医院？太师府里面根本没有太师，那所谓的太师是假的，他当然没有。皇上，臣女认为这件事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，只是容妃娘娘不知具体细节，她把知道的都告诉了臣女。皇上，臣女方才去了太师府。见到太师人了？没有，太师卧在黑色的帐帘背后，臣女把了脉象，问了不到2句话，太师便发怒了，直接将臣女撵了出来。你没有说你是奉朕的命令行事？说了，太师和傅小姐依旧很抗拒，让臣女以后别再去了。同样是奉朕的命令行事，为何太医每月问诊，他们毫无意见？你一去，他们就如此抗拒，他们在害怕你什么？皇上，太医每月问诊，他们可有瞧见太师本人？朕没有问，他们也没有说，他们只说太师病情稳定。你的意思，那些太医和太师府一起瞒着朕什么？皇上，之前德妃娘娘利用容妃娘娘陷害臣女一事，事发那天很巧，太师正巧身体不适，宫里当值太医都去了。你的意思，之前和德妃联手，一起将当值太医支开的，是太师府？不，准确来说，和德妃娘娘联手的是傅义军。太师这些年虽然卧病在床，太师府出面的都是傅小姐，但是背后真正拿主意的还是太师。难不成傅小姐背着她祖父和德妃联手？皇上，和德妃娘娘联手的就是傅小姐，不存在她背着她祖父一事，因为太师府根本没有太师。沈岩，你此话何意呀？皇上，太师府里面根本没有太师，那所谓的太师是假的。像燕公子那样的神仙人物，也是你能肖想的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他的身份。如果沈岩推断的一切都成立，堂堂重臣手握大权的一国太师，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别人替代了这么多年，而且这么大的事情肯定不是一个人就能做成的，那这些参与其中的人就等同于是选择了太师府而背叛了他。沈岩，彻查此事，朕要知道真正的太师身在何处，他们欺瞒朕的目的是什么，又有谁参与其中，一个也不许放过。在查案过程中，任何人胆敢阻挡，格杀勿论。是皇上。沈大小姐，你来了。
燕公子，好巧。不巧，我正在等你。沈岩淡淡一笑，礼貌而不失疏离。等我做甚？有事？燕青看着沈岩的眉眼，如果此时站在沈岩面前的是谢怀景，那沈岩的笑容一定会更灿烂。他藏起心底的失落，我来书院做先生了。那岂不是屈才了？以燕青的才华和国公府的地位，他封侯拜相是迟早的事。沈大小姐在此都不觉屈才，我怎么会如此觉得？况且能和沈大小姐同为先生，一起传道授业解惑，是我的荣幸和期盼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进去。好。切，整天招惹这个招惹那个，品德败坏，还把手伸到了燕公子身上，真是痴心妄想。像燕公子那样的神仙人物，也是你能肖想的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你，大小姐，他骂您。我没有听到有人在骂，只听到有狗在疯狂的叫。春天都过了，这狗的脑子里怎么还想着交配？和我们丞相府的大黑倒是挺像，一黑一白。沈岩，你敢骂我？我提你名字了？竟敢把我和狗相提并论！你和沈大小姐并未定亲，她是自由的，我有追求她的权利。竟敢把我和狗相提并论，我看你是找死！然而他手还未碰到沈岩呢，我的手，你敢动我，世子爷！滚！是，站住！燕公子，有何事？你方才说的话不对，沈大小姐是天底下最好的女子，是我对她穷追不舍，而她从未将我放在心上。沈岩他究竟哪里好？我哪里不如他了？她哪里都好，但不需要和你比。她只要站在那里，我就愿意倾其所有。他千方百计都得不到的男子，沈岩却什么都不用做就得到他全部了。燕小姐，若是让我知道你侮辱沈大小姐的名声，她受到一分伤害，我必定伤你1000万倍。他连看燕青的勇气都没有，转身便跌跌撞撞地朝皇宫而去。燕公子，多谢你给我解围。你方才都没有给世子说谢，对我也不用如此客气。我欠世子太多了，一句谢谢可还不清，索性就不说了。燕公子，适可而止。方才见你是为沈岩出气才说的那些话，我可以不和你计较。现在当着我的面告白我的心上人，我看起来像是好说话的人吗？世子，你和沈大小姐并未定亲，她是自由的，我有追求她的权利。谁说没有定亲啊？10多年前就定过了。沈岩虽然忘记了，他却一直铭记于心。10多年前沈大小姐还不到条年，童言无忌，怎可当真？童言至纯至信，为何不能当真？谢怀景直接取下身上的玉佩，塞到沈岩手里。这是我娘的陪嫁之物，我一直随身携带，说是传给未来儿媳妇的，这就是我的定情信物了。说完，他取下沈岩头上的一根发簪，紧紧地握在手里。现在我们交换了定情信物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当然，这也不算正式提亲，将来我定会3媒6聘，正大光明地娶你过门。好烈的醉清香！你怎么会？这也不算正式提亲，将来我定会3媒6聘，正大光明地娶你过门。燕青一脸惊愕，他心如刀割，眼眸微红，终究是晚了一步。燕公子，你很优秀，我很欣赏你，但我们只能做朋友，你一定会遇到比我更合适你的女子。他明明白白地拒绝燕青，这是对燕青和自己的尊重，更是给谢怀景安全感。好，那我先走一步了。他眼里的泪水瞬间装满了眼眶，从此以后，他会把对沈岩的爱藏在心底，默默守护他。走吧，一会儿该晚了。听阿言的。连称呼都换了。是啊，以后阿言就是只属于我的了。沈先生，我怎么觉得沈四小姐进宫以后比之前漂亮了不少啊？真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她浑身上下的打扮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在丞相府，
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沈青青身上。沈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请先生饶命。起来吧。沈先生，您衣裳脏了，我带您去换身衣裳吧。带路吧，我去换衣裳。我陪你去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若有事，你还可以替我解释一下。放心吧，我替你顶着。沈岩带着秋雨跟着宫女很快来到了一处偏殿。沈先生，里面就是换衣裳的地方，您进去吧，我就先忙了。大小姐，您进去，奴婢在外面替您守着。沈岩迈步进屋，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熏香味儿，紧接着他感觉头晕目眩，四肢发软。好烈的醉青香！您怎么会？他只觉得后脑勺一疼，整个人就倒了下去。沈岩在晕倒的瞬间，他拔出头上的簪子，狠狠扎向自己的手腕。富贵，去把门打开。你们说沈大小姐和三皇子真在里面吗？他迅速服下解药，准备冲出屋去。这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沈岩从门后出来，手起刀落，直接将眼前的人打晕在地，竟是谢成宇。砰的一声响，沈岩回眸一看，是刚刚带他来的宫女被谢怀景扔在了地上。皇上，之前沈大小姐画的画实在太过漂亮，臣妾一直想再睹她的风采，不知可否请她上来再表演一次？那就请她上来吧。能让沈岩出名的好机会，他从来不会错过。沈大小姐在不在？沈先生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回皇后娘娘，沈先生去换衣裳去了。真是巧啊，沈先生不在，我三哥刚好也不在。他们不会是旧情复燃了吧？是不是旧情复燃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皇上，您看。朕相信沈岩不是那样的人。以沈岩的心性，怎可能瞧得上谢成宇？换衣裳的地方在何处？臣妾带皇上去。于是一行人跟着玄德帝和皇后浩浩荡荡地前往换衣裳的地方。陈富贵，去把门打开。你们说沈大小姐和三皇子真在里面吗？肯定在啊，真是不要脸，竟然在宫里偷偷摸摸。这样的人不配为人师表，教坏了学生。书院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这时门被缓缓打开。皇上，里边有人。皇后娘娘，他们没有穿衣服。叫醒他们，让他们穿好衣裳来见皇上。哀家说过，这沈岩在乡下长大，粗鄙不堪，皇上你还不信，现在如何？我竟然还不知有这么多人如此恨我。太后娘娘、燕小姐、傅小姐，我沈岩哪里得罪你们了，让你们如此诋毁我名声？二小姐、三殿下，原来是你们呐！二位的趣味真是与众不同，我沈岩哪里得罪你们了，让你们如此诋毁我名声？这时一道冷若寒冰的声音在众人身后响起，容妃站在他身边，手上抱着小皇子。沈岩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燕小姐认为我应该在哪里啊？臣女见过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臣妾见过皇上、皇后娘娘、太后娘娘。你们怎会在一起？玄德帝满脸欣喜。臣女的衣裳被汤汁泼了，便来这里换衣裳。方才在殿内，臣女没有看见容妃娘娘，臣女就去看了看容妃娘娘和小殿下。臣女和容妃娘娘才走到这里，就听到有人在骂臣女，我们就走了过来。只是不知大家为何辱骂我。沈先生，里面有2个人，哎呀，反正就是见不得人。然后他们都说是你和三殿下，我说肯定不是你。沈先生品德高洁，怎么会做这样的肮脏事儿？燕先生，你刚刚骂沈先生不知羞耻，你身为先生，在不确定事实的情况之下就张口骂人，我看不知羞耻的人是你。陈富贵，让里面的人滚出来。皇上，让臣女去吧。陈公公，麻烦拿冷水来。很快
内侍端着2大盆冷水过来，泼！那2人一个机灵，瞬间睁开眼。沈青青，殿下，沈二小姐，三殿下，原来是你们呐！2位的趣味真是与众不同。沈岩，是你！他想算计沈岩，没想到反而被沈岩给算计了。沈青青一脸懵，躺在这儿的不应该是沈岩吗？怎么会是他呀？2位快把衣裳穿好，别让皇上等急了。皇上，里面的人是三殿下和沈青青。父皇，丢脸的东西！一脚踢在了谢成宇身上。沈二小姐不是名门闺秀的典范吗？就她也配做典范？作弊勾引男人，真是恶心到极致了。三殿下以前和沈大小姐有婚约，你们说这沈二小姐和三殿下是不是早就勾结在一起了？肯定是嘛，连自家姐妹的男人都抢。沈青青听着这些侮辱她的话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既然沈岩不想让她好过，那她也绝对不能让沈岩好过。我是被沈岩陷害的，恳求皇帝救救为青青做主，还青青清白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沈大小姐害了你？既然已经做好了反咬一口的准备，沈青青早就在心里编好了故事。方才在席上，我衣裳脏了，便来到这儿换衣裳，没曾想正巧撞破了沈岩和殿下的好事，沈岩一怒之下就打晕了我，后面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，直到方才醒来。他完成了谢成宇的条件，谢成宇也必将娶她为妻，从此以后他就能扶摇直上了。如今他身败名裂，再不可能做谢成宇的正妃。父皇，儿臣可以作证，沈二小姐所言属实。谢成宇的目的是得到沈岩，只要能证明沈岩和他独处一室，那沈岩就跑不掉了。父皇，前几日沈大小姐寻儿臣，说对儿臣旧情难忘，祈求儿臣与她复合，儿臣一时心软便同意了。方才就是沈大小姐约儿臣来这里相会，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儿臣恳请父皇为我们赐婚，将沈大小姐赐予儿臣为妻。当年你也是像这样跪在朕面前，求朕给你和沈大小姐赐婚，你对天发誓，说会一生一世呵护沈大小姐。10年以后，你背叛承诺，说要与沈大小姐解除婚约，你出尔反尔，背信弃义，3番4次戏弄朕。如今胆敢求朕再次赐婚，你真是死皮赖脸，不知廉耻。父皇，不是儿臣主动，是沈大小姐要嫁给儿臣，儿臣只是……你以为朕会信吗？他没想到玄德帝竟对沈岩如此信任，他后悔了。如果当初不是他嫌弃沈岩，看中了沈青青背后的势力，他又怎会跟沈青青联手诬陷沈岩失贞，害得沈岩坚决跟他退婚呢？说是一切都能回到当初，他一定不会嫌弃沈岩。按照玄德帝如今对沈岩的器重，那他应该已经被封为太子了吧？皇上，沈青青并不是今日才和三殿下在一起，早在臣女还未和三殿下解除婚约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在一起了。不，我没有，沈岩，你冤枉我。是不是冤枉你？让宫里的嬷嬷验一下就知道了。众人一片哗然，看向沈青青的目光充满了鄙视和厌恶。在沈岩第一天去书院的时候，他在丞相府大门口遇到了沈青青。后来叶迟查到沈青青彻夜未归，是去私会谢成宇了。方才沈岩打晕沈青青的时候，顺便搭了一下脉，发现沈青青早就不是处子之身了。谢成宇、沈青青，你们2人还有何话可说？都是沈青青的勾引儿臣。你胡说八道！是你先接近我，你想要利用我母亲和外祖母帮你登上太子之位，如今我失去一切，你竟然想要抛弃我，还反咬我一口，谢成宇，你真是狼心狗肺！沈青青气急，口不择言，也道出了谢成宇见不得光的目的。父皇，住口！玄德帝怒不可遏，
大秦国的江山绝不能落入这样的人的手中。从此以后，谢成宇就被从太子人选之中除名了。皇叔，我心仪沈大小姐已久，请皇叔为我们赐婚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求你滚。是，父皇，儿臣告退。他走到沈岩面前顿足，盯着他。沈岩直视着他的目光，脸色冷漠，眼底一片轻蔑。皇叔啊，谢怀景喜欢沈岩，众人皆知。方才真相不明之前，沈岩陷入危境，他竟没有出面。如今这危机解除，他倒是出现了，众人十分不解。玄德帝也是如此想法。你方才去了何处？他很少听谢怀景唤他皇叔，除非谢怀景有求于他。我方才去祭拜了我爹娘，今天中秋节，想和他们说说话。你小子平日里顽劣得很，唯独孝道这件事做得极好。今年又和你爹娘唠叨什么了？我和我爹娘说，我想成家了。也老大不小了，该成家了。皇叔，我不是因为年龄大了该成家才成家的，而是遇到了我想与之成家的女子。哦吼，怀景说说看，你相中了哪一家的小姐啊？皇叔，我心仪沈大小姐已久，请皇叔为我们赐婚。怀景可想清楚了，沈大小姐是朕的沈先生，若你负了她，朕绝不轻饶。想清楚了，我等这一天很多年了，就算他是要我的命，我也绝不可能负他。他还记得当初沈岩退婚的时候，就是谢怀景帮忙找的证人。那时候的沈岩名声极坏，可谢怀景却没有丝毫嫌弃。谢怀景说他等了沈岩很多年，在沈岩和谢成宇有婚约的这些年，没有听说过他们二人有丝毫的越轨之举。玄德帝看着谢怀景的眼眸，不由得带了几分赞赏。沈大小姐，方才的话你也听见了，你可愿意与怀景携手共度一生啊？沈大小姐，你可愿意与怀景携手共度一生啊？沈岩看着谢怀景，展眉一笑。臣女愿意。他送出定情信物的时候，就决定请玄德帝赐婚了。他要和沈岩堂堂正正的在一起，给他光明正大的身份。好，好，好！今天终于有一件事能让朕开心了。朕南王夫妇泉下有知，也会欣慰。你小子眼光倒是不错，既然你二人两情相悦，朕现在就为你们赐婚。沈岩聪慧敏捷，德心仁厚，才华横溢；谢怀景心性善良。朕希望你们珍惜彼此，互相包容，相亲相爱，永结同心。沈岩和谢怀景跪在玄德帝面前，神色恭敬。多谢皇上成全。来人，赏！来人，赏！很快，陈公公便带着金银首饰、绸缎字画、白花花的银子来了。这仅仅是赐婚就得了这么多赏赐，那将来正式成亲的时候，赏赐还不得如流水一般？曾经的沈岩他们看不起，今日的沈岩他们高攀不起。世子，沈大小姐，恭喜你们。燕青藏起心中的酸楚，笑着祝福。只要沈岩能够幸福，哪怕这幸福不是他给的，他也会开心。谢谢你，燕公子，你也会幸福的。你方才在殿内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？因为我的注意力一直在你身上，我看见那个宫女是故意把汤汁洒在你身上的。你走后不久，谢成宇也跟着离开了，我不放心就跟了过来。我截住宫女，来不及问她，直接将她打晕去追谢成宇。可到了偏殿一看啊，谢成宇已经被你给打晕了。听到谢怀景所言，沈岩心里生出了一阵温暖。那你方才是真的去祭拜你爹娘了？我要娶妻成家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想跟他们分享一下。以后你的喜怒哀乐都可以和我分享。谢怀景一把把沈岩搂入怀中，在他额头上落下轻轻一吻。
阿言啊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世间，让我觉得人间如此美好。谢怀景，谢谢你在我一无所有、世人皆厌恶我的时候守护我。如果没有谢怀景，当初沈岩在乡下的时候早就命丧于长公主和沈建章的手中了。第二天，沈岩准时出现在比赛现场。沈岩，没想到你还真有胆量来啊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不知死活的人是你吧？燕昭月，我还要亲眼见到你滚出书院。沈岩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最近新进的丹青高手，被大家称为华圣的余生余大师，今天也要来书院。我告诉你，华圣是我请来的，到时候请他来点评我们的画作。他如今在丹青圈子里很出名，只要他认定你不行，你以后再也无法在丹青圈子里立足了。我不仅要将你赶出书院，我还要让你以后也不能画画。燕昭月，我会让你后悔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。这华圣正在和周围的人高谈阔论，享受着大家对他的赞美和恭维。敢冒充他？哼，看来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吧。今天这画画的主题是明月，比赛时间1个时辰。随着考官一声令下，比赛开始。沈岩看到明月2个字的时候，脑中已经有了画面。他迅速提笔，将脑海中的画呈现在纸上。燕昭月作为曾经的第一才女，自然是有几分画技的，而且比赛题目她早已得知。她抄袭了我的作品，不配得第一。燕昭月作为曾经的第一才女，自然是有几分画技的，而且比赛题目她早已得知，早就已经在家里练习过无数次。其余参赛者也在努力作画。沈岩落笔的时候，比赛时间还未结束，他将画提前交了上去。不到半个时辰，评选结果就出来了。今天大家的画作都很精彩，我们从中评选出3位特别优秀的画作。第3名张思雨，第2名燕昭月，第1名沈岩。恭喜3位。且慢，华圣有话要说。诸位，原本我是不打算说的，但我思虑再三，还是决定说出来，不然对大家就太不公平了。他抄袭了我的作品，不配得第一。场内一片哗然，燕昭月满脸得意，沈岩一滚出书院，她这第一女先生的位置就无人能撼动了。方才在屋内评选的时候你怎么不说？我一开始是想顾及沈大小姐的脸面，但见她太嚣张，决定不再纵容她。沈先生，你如何解释？于华圣，我这战时明月抄袭了你的哪幅画作？于华圣方才在屋内没有提出沈岩抄袭，是他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诬陷他。读书人最忌讳抄袭作弊，你这样品行不端的人画出来的画，简直是对丹青的侮辱。从此以后，我不许你再作画，不然我将联合所有丹青之人，将你逐出丹青界。沈岩，你不会输不起吧？我们的赌约是谁输了比赛谁就滚出书院，现在你输了，请你立刻滚出书院。他伸手将沈岩桌上的画笔扔在地上，还狠狠地踩了2下。我看该滚出书院的是你，把我的笔捡起来。沈岩，你竟敢打我！我才是余生，他只是一个冒牌货。沈岩，你竟敢打我！你看我不敢！你若再敢动我的东西，我直接废了你。燕昭月现在脑瓜子嗡嗡的。燕昭月，我警告过你，我会让你后悔方才说的每一个字。沈岩，你抄袭竟然还敢打人，太放肆了！沈岩，这是书院，抄袭还敢打人，有没有天理了？太目中无人了，滚出书院！你多大胆子，竟然敢冒充我！休要胡言乱语！沈先生，你此话何意呀？我才是余生，他只是一个冒牌货。胡说八道！
沈岩，我早就已经打听过了，人家余生大师是男子，不是女子。你千算万算，正主就是你的敌人。我最近余生这个名字在京城很出名，但又无人知道他的真实容貌。你就计划着利用余生之名达到你的目的，于是你威逼掌柜，利用掌柜给你的消息去伪造一个假的余生。你难道从来没有怀疑过掌柜的给你的有可能是假消息？不可能，掌柜的说的都是真的，他不敢说假话。燕昭月，你可真蠢。黎先生，丹青阁掌柜就在书院外面，请掌柜进来。此事不仅仅是书院的事儿，更是关系到了玄德帝。沈岩可是玄德帝面前的大红人儿，胆敢冒充他。沈先生，把燕小姐找你的事告诉大家吧。是。沈先生化作大脉以后，有许多人来向我打听沈先生的消息，我都没有透露过一个字。只有燕小姐不厌其烦，甚至用她的身份威胁我。我无奈之下，只有告诉了沈先生。沈先生让我将计就计，告诉燕小姐说于大师喜好白衣，是个中年男子。我没有想到燕小姐竟然去找人冒充于大师。你撒谎！你明明告诉我于大师是个男子，沈岩她是个女子，她怎能会是余生啊？是不是沈岩利用她身份威胁你，让你给她做伪证了？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诚信，我若撒谎砸自己的招牌，以后还如何在京城立足啊？余生是个男子，只不过是沈先生乔装改扮的，我也是知道不久。燕昭月，你没有想到你精心策划的一切早就在我的掌控之中了吧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沈岩一声不吭地看着他演戏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个跳梁小丑似的。那我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黎先生，我记得书院有一幅余生的画，你可以取来和我方才的画做对比，这2幅画中都藏着我的真实名字。去取画来。很快画被取来，黎先生将2幅画摆在一起对比。黎先生，书院那幅画的名字藏在庄稼人的手上，我刚刚这幅画的名字藏在将领手中的剑上。找到了，妙啊，实在是妙。难道沈先生的意思，你想做那庄稼人的手，让他们五谷丰登，丰衣足食？至于那将领手中的剑，是指你想做那柄剑，上阵杀敌，保家卫国。剑此金牌，如皇上亲临。没有想到我的心思竟然被黎先生识破。沈先生大义，你这样忧民忧国的情怀，我等自愧不如，请沈先生受我一拜。黎先生大礼，晚辈不敢当。我终于明白皇上为何如此器重你了。正如皇上所言，有沈先生是我大秦国之幸啊。黎先生过奖。燕小姐，真相大白，你输了比赛，是时候履行当初的诺言了。速速收拾东西，滚出书院。不，这不可能，我乃书院的第一女先生，怎可能输给你？你太过狂妄，殊不知山外有山，你弄虚作假，品质败坏，不配为人师表。你若再赖着不走，我便让人将你丢出去。燕小姐，愿赌服输，你已经不是书院的人，请你速速离开。没有想到汉兰书院竟然有这种不择手段的人，简直是玷污书院的名声。他方才还污蔑沈先生，这种恶毒的人竟然在自己身边，我还与之共事多年，想想就觉得恐惧，看见就恶心，快点滚吧！滚出书院！舅舅，你救救我，我不想离开书院。沈先生，今日之事就算了吧，大家都是同僚，燕先生也是大家公认的好先生，他走了是书院的损失，也没有人能替代他的位置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我是山长，我说了。何文堂口中的算字儿还未说出口，面前突然闪出了一块金牌。见此金牌，如皇上亲临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其余人也跟着跪下行礼，高呼万岁。沈岩，
你滥用御赐金牌，就不怕皇上责罚你，将你金牌收回去啊？要不我现在陪你进宫，去向皇上告状？这太好了，朕就知道自己的眼光不会错。沈爷，好样的！要不我现在陪你进宫，去向皇上告状？沈先生得皇上器重，告状就不必了。昭月，愿赌服输，收拾东西走吧。看来玄德帝是要借沈岩之手整顿书院了。哼，沈岩，我们走着瞧，我就不信你永远能赢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栽倒在我手上。燕昭月，你我之间输的永远是你。你有什么招数，尽管放马过来，我随时奉陪。燕昭月说不过沈岩，落荒而逃。这时，那假于化圣也准备逃跑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打100大板，逐出京城，永远不能再画画。曾经的京城第一废材，竟然是名满京城的华圣。曾经的京城第一废材，竟然是名满京城的华圣。此消息一经传出，立刻轰动全城。臣女见过皇上。你竟然就是余生？是，皇上。真是太好了，朕就知道自己的眼光不会错。沈爷，好样的！兵部尚书之前送了一幅你的画给朕，朕相当喜欢，你来帮朕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是假的，皇上。这燕崇后胆子也太狂了，竟敢拿假画糊弄朕。皇上若喜欢，臣女可以再为您画一幅。这个可以，但燕崇后欺君之罪也绝不能轻饶。皇上，燕小姐今日离开了书院，燕大人肯定会来求情，届时皇上就有理由驳回她了。你做得极好，这么多年，朕终于从书院拔掉了他们世家的一根针。终将一日，臣女会让书院重新回到皇上的手中，真正的为朝廷所用。沈岩噎死了我爹，我也让他给我爹偿命。药方拿到了。那笼罩在黑色斗笠的神秘人问道。拿到了，是沈岩亲笔所写的药方。哼，不用他亲笔所写，我写出来的字和他的一模一样，连他自己都无法分辨。这招真的能置沈岩于死地吗？你怀疑我？没有，我不敢。照我说的做，我保证让沈岩万劫不复。沈先生，不好了，昨天有个病人吃了您开的药死了。那老伯的儿子抬着老伯的尸体在医馆门口大闹，您快去看看吧。走。沈岩噎死了我爹，我也让他给我爹偿命。不可能是我们的责任，沈先生医术高明，绝对不可能医死人的。你们的意思，我冤枉沈岩了？钟福发的目光落到沈岩身上，用意还我爹命来！沈岩两手夹住匕首，然后用力一转，速度快的众人都没来得及看清，那匕首已经到了他手中了。等事情查清，若真是我害死了你爹，我任凭你处置。在这之前，你若行凶便是凶手，我可以报官抓了你。官差办案，闲杂人等让开。谁是沈大小姐啊？我是。有人报官说你害死了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吗？谁报的官？现在你是犯人，没有资格问那么多。走。麻烦你搞清楚，我现在还不是犯人。沈先生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今天休息一天。沈先生，我陪你去。我也去。我们都去。沈先生，有人状告你滥用医术，害死了人，你有何话可说？我要求验尸。大人，千万不能验尸，你让草民于心何忍呐！要查清死者死因，只能验尸，这是我们办案的正常流程。大人，草民证里有我爹熬药剩下的药渣，这些都可以证明我爹是被沈岩害死的。药方是医馆的，药也是医馆的，沈岩是医馆负责人，他就应该为我爹的死负责。大人，这药渣就是药方上面的药，剂量和种类都对得上。死者有心疾，的确是服药过量造成的死亡。大人，沈岩就是凶手，证据确凿。沈先生，这药方可是你亲笔所写？
这已经是他第2次见到和他写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字迹。大人，这和我的笔记很像，却不是我亲笔所写。这药方明显是错误的，我绝对不可能开出这样的药方。当时负责抓药的是丁香，他可以作证。大人，这不是我当时看到的那副药方，剂量不对。你是沈岩的学生，你当然会偏袒他。而且你每天看那么多方子，你怎么可能记得住每一个方子？大人，我们医馆的药方不仅是有开药方之人的签名，还有抓药的人也要签名。这副药方上面我的签字不是我自己写的，大人可以请人鉴定笔记。大人，药方是医馆的，药也是医馆的。沈岩是医馆负责人，他就应该为我爹的死负责，请大人为我爹做主。这个将他的笔记模仿到如此出神入化的人，仿佛是在故意针对他。之前的作弊、精锐的杀人，都恰好用了此笔记。钟福发，你不关心真正的凶手，反而一直抓着沈先生不放。本官怀疑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赶紧从实招来，免受皮肉之苦。草民什么都不知道，大人饶命。大人，此案突破口不一定在钟福发身上。沈先生有何妙计？我们医馆的药方都是放在一个盒子里，上了锁，由专门的人负责管理的，其他人没有机会接触这些药方，除非把盒子砸了。大人，方才是南小姐带我们去取的药方，那盒子和锁都完好无损。沈先生，大人，不是我调换的药方。沈先生给了我一条谋生的路，我怎么可能反过来害他？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，但能选择未来的人生。沈先生给了我一条谋生的路，我怎么可能反过来害他？半雪，你仔细想一想，那钥匙一直在你身上吗？任诗雨，是你盗了我的钥匙。半雪，我们一直在一起整理资料，我没有机会偷拿你钥匙，更没有机会背着你去盗药方。再说了，我也没有理由害沈先生。你有，中途发现我一个病人的资料不对，我就去核对去了，这中间有不到半炷香的时间。半雪，我知道你替沈先生着急，但是只有半炷香的时间，我怎么可能偷了你的钥匙，拿了药方，又将钥匙还给你，而且还能不能让你发现？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点时间可能真的不够，但对于你而言，这点时间绰绰有余。沈先生，您说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绛村贯偷，你说呢？沈先生，您不能为了给自己脱罪，就给我安这么一个罪名吧？任诗雨，我说过，我的学子可以水平差一些，但态度一定要端正。你不会以为自己瞒得很好吧？何子俊的娘沈建威就是你的舅母，你之所以会来跟着我学医，也是你舅母的授意。你之所以偷拿药方，也是得了她的命令，对吗？你们之间达成了什么条件？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任诗雨再也绷不住，直接跪了下来。任诗雨，真的是你？沈先生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何要害他？这就是典型的农夫与蛇。任诗雨，你真是丧尽天良。沈先生知你是小偷，却还是愿意教你医术，就是希望你能够改过自新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你却恩将仇报，你们没有体会过我的苦，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？你的可怜痛苦不是你害人的理由。你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，但能选择未来的人生。沈岩，万年不见，你依旧如此聪明。终究，你毁了自己的前程，葬送了自己的一生。钟老伯昨日来医馆不是为了求生，而是为了求死。胡说八道！我爹就是被你们给害死的。要从实招来，不然本官大刑伺候。大人饶命，草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本案中还有几个涉案之人没有到场，请大人派衙役将他们捉来，兴许能审出拿银子收买死者的人。来人，将何夫人、任母带来。任诗雨，你别乱说话，什么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，你别连累你哥。大人，是何夫人指使我偷换的药方，也是她指使我加重药量，为的就是陷害沈先生。沈先生，我任诗雨一生从未对不起任何人，我
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您，您对我的恩情，只有来生再报了。任世宇说完，从袖中取出数根银针，全部插入自己喉咙，瞬间向后倒去。何夫人买凶杀人，证据确凿，先拖下去，打20大板，关进大牢，听候发落。钟福发企图谋杀沈先生，是杀害死者的从犯，打30大板，关进大牢，终生不得出狱。任夫人包庇协助罪犯，打20大板，关入大牢，刑期2年。沈先生，案情已经真相大白，让沈先生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有案情就应该例行审问，无论涉案之人是谁，都应该秉公执法。你就是收买钟家陷害我的人。哼，沈岩，万年不见，你依旧如此聪明，早知道就应该先杀钟福发灭口了。万年不见，你是妖怪吗？活了这么久。若我是妖怪，你也是妖怪。你别在这儿和我胡说八道。你如此费尽心思害我，我和你有什么仇？你如此费尽心思害我，我和你有什么仇？沈岩，你竟然好意思问我什么仇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会一直生活在黑暗里？凭什么你能活在阳光下，而我却不能？他话音落下，直接朝着沈岩刺来。沈岩袖中飞出3根银针，直逼神秘人，避开了眉心和心尖尖处的银针，还有一枚银针插入他拿剑的手臂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沈岩一掌打向他的胸口，他顿时飞出数米远，口吐鲜血。沈岩速度极快，刹那间便到了他面前，一把掀开他的黑纱。眼见着自己的容貌要暴露，他扭头朝沈岩撒了一把毒药粉。等他放下袖子时，神秘人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。他看了看自己缺了一块的衣角，在这个世上能伤他的人屈指可数，而方才那人的速度和武艺都不亚于自己，还声称跟自己有大仇。他到底是谁？皇上，沈大小姐到了。臣女见过皇上。免礼。沈先生，方才燕尚书宁国公、南将军他们都向朕进谏，让朕废除你先生一职，你如何看呢？燕大人，南将军，宁国公，你们凭什么请皇上废除我先生一职？沈岩，医馆一事闹得全京城皆知，你还有何资格继续做先生？医馆一事已经真相大白，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难道那偷换药方的学生不是你教的？燕崇后以为抓住了沈岩的把柄。学生是成年人，他犯的错要让我一个先生来承担？哼，如果按照这样来算，之前燕昭月勾结他人假冒我，比赛作弊，品德败坏，被书院除名，子不教父之过，那燕大人你是不是也应该主动辞去兵部尚书一职？你连自己的女儿都管教不好，又如何管理整个兵部？